据泰国新鲜日报报道，泰国帕腰府新福尹汤湾洞穴营救指挥中心主任赖隆萨7日上午发布新闻说，泰国内政部长阿努彭上将6日下午协同英国洞穴勘探家埃尔利斯前往汤湾洞穴视察。据悉，埃尔利斯与他的勘探团队进入洞穴里，当时是旱季，没有下雨，能够仔细的勘测洞穴的结构，尤其是能够确定13名青少年和海豹栖身的地方，包括小洞和细缝。后来，埃尔利斯还绘画洞穴地图，他的资料对营救被困13人出动非常有益。帕腰府洞穴营救指挥中心主任纳隆萨7日上午照常发布新闻说，汤湾洞穴被困者的搜救工作特别困难，很多个营救团仅能潜水到第3厅就没力前进了。至于查看山上100多个窟窿后都不能够通往13人被困的乳峰坡，同时顶尖的仪器也不能够确定乳峰坡在洞穴里哪一个地方。他将参考智利挖掘井洞营救被困地底矿区的方法，研究一套适合救出洞穴里13人的措施。纳隆萨表示，日前洞穴里发生氧气迅速缩减问题，若是仅剩下12%，将造成脑力衰退，身体四肢活动迟缓，因为体内二氧化碳增加。而为了解决此问题，已撤走第3厅非必要的工作人员，以减少二氧化碳和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。不过，留在乳峰坡的海豹和医生团将继续陪伴13人。若洞穴里的水位持续下降，营救团队在评估局势，确定能否帮助13人出动。纳隆萨还说，2组外国营救专家将于今明洛邑抵达汤湾。我们相信外国专家的才能，若外国专家没有救人的把握，不会拿自己的生命来营救非亲非故的人。至于洞穴里积水问题，目前第1至第3厅可以步行，除非连续几天降大雨，水位恐将上涨，因此工作人员需与时间尽快，分秒必争。7月6日，13名野猪足球队员和海豹部队所在的乳峰坡氧气仅达 15%， 同时在洞内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，引发氧气不足的担忧。为了暂时解决，工作人员接到命令，赶快将100桶氧气管搬到洞内，并且准备装置6000米长的氧气管，将氧气送到洞内。此外，营救人员7日中午偶然看到洞穴里有阳光照射，建议赶紧寻找光线来源，但确定地点后可能进行挖掘井洞。翻译：斯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